各位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使用外置的 HDMI 的摄影机或者是相机，或者是 iPhone 手机当成是一个外置的镜头，然后呢在电脑的 OBS 上面做美肌美颜的直播。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是说，那为什么一定要用 OBS？ 大家在做直播的时候一定要把 OBS 学会，因为 OBS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多媒体的一个直播软体。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跑马灯啊、上 logo 啊、视讯的切换啊，那这些东西对我们在直播的这个内容上会更丰富。那我们这一集啊，主要就是要服务给买我们公司的这一支 Fable 179 Plus HDMI 截取卡的客人，因为他买了之后不知道怎么使用 OBS 嘛，没关系，你就看我这影片。我们这影片啊，从一开始的 OBS 一开始怎么操作到怎么做美肌的功能，然后呢，还要怎么做这个脸书的这个直视直播，还有横式直播，还有那种正方形直播，都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解。那很抱歉啊，你如果要从这一集的影片中获得说到底是哪一款 APP 是可以做到美肌美颜的这个直播，那么你将不会得到，因为这些美肌美颜的这个 APP 的名字将会在我们的说明书上面会写得非常清楚。我们这一集只是负责做操作给大家看而已。如果会浪费到您的宝贵时间，就请您赶快离开，因为你保证不会从这上面获得到那个哪一款 APP 可以做美肌美颜的这样的直播。好，那第一阶段是说，当你买的这一个Fable 179的截取卡之后，你会想说，那到底是什么 HDMI 的设备可以使用啊？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就要告诉你是说，到底是哪一种摄影机是可以做这个直播使用的，请你就用你的电视做判断。要怎么判断你的摄影机适不适合做直播？很简单，你就用你的电视做测试。这是电视的 HDMI， 把它连接到你的摄影机上面去。电视出现什么，直播就是出现什么。比如说我现在连接上去，你看，你看哦。电视是不是干干净净的？我先把声音关掉。电视是不是干干净净的？没有任何的资讯。等一下你在做直播的时候，画面也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刚才有没有听到回音啊？有回音表示说，你这支摄影机它有收音的功能。到时候你在做直播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你的摄影机来当做你的收音的来源。比如说这支是 Canon 的 500D 这一支，那我把它连接到电视上面看。你们看到画面是这样子，我把声音打开来，声音有打开来，可是也没有听到回音的声音。而且你看到这画面，这边有这些资讯，而且你看我按对焦的时候，这边还会有对焦资讯、电池啊什么的。等一下这样，如果你拿这支摄影机去做直播的话，你的画面也会出现这些东西。所以这种东西就不适合拿来做直播，这个叫做没有 clean 的 HDMI。你也可以拿 iPhone 当成是一支镜头使用，你就买一个这个 Lightning 转 HDMI 的转换器，好，把它接上去之后，再把它接到 HDMI， 好，电视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。如果你采用的是这个手机内建的这个照相机的话，你也会发现跟刚刚的情况一样，会出现这一些资讯。这时候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些东西，这样就不适合拿来做直播了。你要找到一款适当的 APP， 那款适当的 APP 不会有这些资讯。比如说这款 APP 它就很干净了，你看它就干干净净的，它就没有产生任何的资讯。像这样的 APP 就很适合拿来做直播使用。但是啊，不管是哪一款 APP，用 iPhone 当做镜头使用，它就是没有收音的功能。你看我把声音打开来，它就是没有回音，好，没有回音。所以说啊，要用 iPhone 当成镜头使用的话，你的麦克风要额外再接一支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嘛，基本上啊，你要选择这个 HDMI 的摄影机啊，你一定要找到是一个 Clean HDMI 的摄影机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连接我们的电脑？首先啊，我们要先连接这个有线网络。这个你不要用无线网络啊，一定要用有线网络先接上来。好，如果你的电脑没有有线网络的洞的话，就准备这个有线网卡。有的话就直接插上电脑。好，再来呢就是准备你的麦克风。我们等一下会用这支 Sony 的摄影机。
其实啊，这支索尼的摄影机它是可以收音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收音不太好，你想要用外置的麦克风的话，你可以准备这种 3.5mm 的麦克风。那这个麦克风这边的学问也蛮大的啦。那简单的说，如果你今天准备这种是 3.5mm 的这种3环的话，那你就连接到你的电脑。你的电脑的这个洞啊，必须还要2个才可以。你看，这边是2个洞。真的也不知道的话，那你就准备这个 USB 的网卡，这种一定可以用了，就把它接上来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麦克风是采用这一支外置的 3.5mm 的麦克风。接下来我们要使用这个飞本179 Plus 截取卡连接到电脑。这一支截取卡是 3.0 的我们有测试过，它在这个不管是 Linux、Windows 还是 Mac， 只要你的电脑啊是有 3.0 的洞，保证都能使用。好，就把它接上来，接这边，然后呢，再将你的摄影机的 HDMI 拉给它，这边有个叫做 HDMI in 的地方，这边把它接上来就可以了。接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打开电脑的 OBS 上面去做一些设定。这是电脑的 OBS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黑色的框框，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你这边地方出现什么东西，你的直播就是出现什么。你出现一只小叮当，直播就是出现一只小叮当，这样子。那这边有个叫做场景，还有这个来源，你这边可以设定很多的场景，场景1、2、3、4、5。这个场景啊，你就想成说你是在摄影棚里面的导播。这个里面有很多支的摄影机，有1、2、3、4支摄影机。那你在按节目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导播的那个手指去控制，说我现在的画面到底要出现什么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出现第1个画面、第2个画面、第3个画面，你就用你的滑鼠去切换，这边画面就会跳的画面就会直播出去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的来源是说，针对每一个场景到底有什么内容。有没有一只小叮当啊？有一只什么骷髅头啊什么的，就在这边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干嘛？就是要把这一只摄影机的画面塞到这个黑黑的框框里面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设定第1个场景。第1个场景呢，我们就先设定好这边新增这个摄影机的画面有这么多，是图片吗？不是哦。它是文字吗？不是哦。它是视讯装置。好，我们就打一个视讯装置 ，video， 然后呢去抓我们的截取卡叫做 4K 这一支去抓，好，就抓到了嘛，这样子，好，就这样子，这画面就是来自于这支摄影机的画面，这样子。目前我们这一个影像是场景3这个地方，它只有影像没有声音，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抓声音。那声音是什么？叫做截取音效输入，这边不是截取音效输出，我是截取音效输入，将输入到电脑的声音当成是你的直播音效来源。那我们就可以打 MIC， 我们去抓。那刚刚的那一支截取卡，刚刚的这一支麦克风，它其实是什么？它其实就是这一个，这个 Realtek 这一支，嗨，好，就按确认这样子。Hello， 这边我看都有在动这样子。好啦，所以你现在看目前第1个场景里面有 MIC 跟这个就是声音嘛，还有这个你的影像就是它。所以你等一下直播的时候就是直播这个画面。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多媒体的一些特效，比如说我可以加一个 logo。那 logo 是什么？是图片嘛？图片就加浏览。好，你这个图片你可以把它拉大、缩小，拉大、缩小。我们用夸张一点吧，我们放在这边这样子。你也可以再设计一个跑马灯啊。那我认为这一个 OBS 上面的这个图片的文字其实没有那么漂亮。那我可以去设计一个 PNG 的这个跑马灯。那请你登上我公司的一个部落格，叫做 Fable， 这边有一个连结，这个地方有连结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设计一个跑马灯出来，就可以打你要的跑马灯，比如说我打直播教学
跑马灯测试。然后呢，你的字体你可以选择比较夸张一点的，比如说这个是综艺体，好，然后呢，你的 logo 啊颜色可以改变，比如说选红色，然后再用橘色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图片就把它按 Create， 就按下载，储存到你的放在桌面。好，这时候就到你的 OBS 上面去。OBS 这边我把跑马灯放在，等一下我把跑马灯放在这边，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到这边就新增一个图片，就打跑马灯。好，去抓刚刚的那一张 PNG 的图片，这边吗？哦，这边嘛，看到了。好，放这边确认。把它弄大一点，好，这样。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你说要滚嘛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滚给你看。这边呢，你再按滑鼠右键一个滤镜，然后再按新增，有个叫做卷动，水平让它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子。等一下你直播啊，就会出现的是这么大的 logo， 然后这样的跑马灯的横式直播。好，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OBS 的基本的操作，如何将你的 HDMI 的影像灌到你的 OBS。好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将这个画面变成美肌的画面，那我先把这个转过来，等下照我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到美肌呢？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就是摄影机的画面，刚刚是摄影机的画面直接进 OBS， 然后出来嘛。那我们现在不要这样，我们就是摄影机的画面进到这一个美肌的程式，美肌的这程式会产生一个虚拟的 Webcam 出来，再丢到 OBS， 然后在 OBS 再吃那个虚拟的程式。好，我实际操作给你看一下。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，请你先将你的电脑 OBS 要先关掉，打开这个程式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个叫做打开摄像头，打开来。然后请你去抓这一个刚刚的那个 4K 截取卡，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一支截取卡，抓，按确认。好，现在看到画面了嘛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很多参数，你看这边有美颜、滤镜、美妆，这都是你可以调整的。比如说你这边可以设定补光啊，这边可以设定补光，然后磨皮，让皮肤会更顺一点。然后还有瘦脸这些，好，还有瘦身，好，这个就不要动了。还有小脸啊、大脸啊这些都可以设定。滤镜呢，这边有什么森林风、秋天风，什么风都可以。美妆，嘴唇更红一点，腮红，好，这些你可以慢慢的玩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设定完之后，你再打开你的 OBS。你会发现你的 OBS 没有画面，在 Windows 的世界里面，同一个时间点，这个截取卡只能在一个程式使用。我现在的截取卡已经给这一个程式使用，所以呢，当你 OBS 是抓不到画面的，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来，我们刚才的这个画面是这个 HDMI Video 这个地方嘛，我们去抓它刚才有出现出来的这个。我们就把每一个视讯再去抓一遍，试看看是不是这一个？不是，好，随便又抓一个，哦，抓到了，哦，就是这一个了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画面跟它是联动的，把它拉大一点，好，你看哦，你注意看一下哦，我现在采用的是美肌这边，我用这个补光，你看这边。是同步的，你看哦，左边跟右边是同步的。等一下这边出现什么，这边就会出现什么。等一下这边出现什么，这边就会出现什么。好，补光，好，还有美妆，好，这个我们都可以慢慢玩。
磨皮哦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时候你的 OBS 就是达到了这个美肌的效果了。这时候你的 OBS 就已经是有美肌的效果了，因为你现在的美肌是透过刚刚那个程式去做执行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YouTube 直播。我们刚才 OBS 已经设定好了美肌美颜了，怎么将美肌美颜的画面丢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呢？很简单 ，YouTube 它有提供一个通关密语，叫做金钥 RTMP 的金钥。我们等一下把 YouTube 的金钥贴到你的 OBS 上面去，那 OBS 就知道说，哦，我要把画面丢到 YouTube 去，所以这是一个身份证的一个认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做这样面的设定，请到浏览器去，然后按这边有个叫做直播，按下去，按走，你就看到说这边有所谓的 RTMP，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RTMP， 还有这边有个金钥。好，我们先把 RTMP 先贴 copy 下来到 OBS 去。OBS 啊，这边有个后台嘛，有没有？这边设定按下去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个串流输出，我们慢慢一个一个来检查一下。串流就是贴刚刚 copy 的那一串，就把它贴上去。好，然后呢，金钥就是 copy 刚刚那一段，金钥这边我们要看一下，把 copy 下来，再到这边把它贴上去。好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按套用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参数。这个啊，有个叫串流的地方，输出的串流，这边有个编码，这边，请你先选这个 NVIDIA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就选 QuickSync 264，最差才去选这个 X264，因为这个是属于的硬体压缩，硬体压缩会让你的这个右下角的这个 CPU 的资源会让它降低很多。好，我选择 NVIDIA。然后呢，这个 bitrate 你就会选高一点，你可以选5000、6000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音效这边不管它，影像这边你就打1920×1080，1920×1080，然后这边你可以选30或者是60帧。然后请注意哦，这边的解析度跟刚刚这边输出的这边的解析度要一致，这边要一致。这边是1920×1080嘛，所以这全部都是要1920×1080，好，按确认，这时候你就开始按串流，就直播出去了。直播出去你就看到这边有绿绿的灯，好，绿绿的灯表示说你现在的网络还不错哦。好，再到这边来，这边就有了，画面就有了，画面就出来了，这边好出来了。好，这时候你就按。这边就可以按分享出去，你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到你直播的画面了。好，这是最基本的这个 YouTube 的直播。好，这时候你的手机就可以看到直播的画面了，这样子，实际直播的画面。好，你现在看到，我现在如果把这个 logo 画面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。然后呢，你要看到直播，这个 logo 也会跟着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。你看，跟着移来移去了吧？简单的说啊，这个画面出现什么，直播就是出现什么。我现在把这个画面给关掉，等一下直播也会没有画面。看，什么都关掉都没有，等一下就会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再把它打开来，好，这里画面出现什么，就是直播就是出现什么。所以我们等一下 OBS 要做什么设定，你要塞什么画面，你就尽量塞吧。那你这边也可以再设一些场景，比如说我可以再新增一些图片的场景，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图片。比如增加一张箭头的图片，这样子。当然啦，你做的时候，你还要记得还要加一个声音，不然的话，你转过来的时候，声音就断掉了，声音就加入原本的那个声音，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我直播过程中可以这样切换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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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换，
啊，这时候你的直播也会跟着切换。所以你这边开始增加你所有的场景，好，你还可以增加说你最后结束了之后要加什么 goodbye 啊，还是什么谢谢光临啊，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再加。反正啊，你就是这边出现什么，直播就是出现什么。你还可以再加入一些，比如说什么 goodbye 啊，结束了什么谢谢再会之类的。反正啊，你今天眼睛看到什么就是直播什么。我现在看到这个就是直播这个东西，我看到这个箭头就是直播这个箭头，切换，就是你要直播的画面的内容这样子。脸书的直播啊，有分成直视的直播、横式的直播，还有正方形的直播。那横式的直播就跟刚才那个 YouTube 很像，那我们还是实际操作一次给你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做横式直播，再做正方形直播，最后再做直视的直播。好，我们到脸书去，这边有个直播，按下去，一样的道理，跟刚才的 YouTube 一样，有提供，你看哦，这边有提供这个 RTMP 嘛，还有这个金钥嘛，一样就是把它贴上去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RTMP 给贴 copy 下来，再到这个 OBS 去贴上去，设定，把刚才的串流贴上脸书的。好，金钥的部分呢，贴上脸书的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时候再按开始直播。开始直播，你会看到这边右下角还是要有绿灯哦。看要有绿灯才可以哦。如果没有绿灯的话，表示你的网络有问题。好，再跳回这个浏览器，这边就有画面了。好，这边就记得要填你的标题。好，开始直播了。这就是我们开始直播的内容。这是横式直播啊，横式直播就是要摆横的才会全萤幕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脸书的正方形直播。脸书的正方形直播啊，就是要把这个画面切成正方形，这样这是16:9嘛，那我等一下就把它切到中间这一块，把这边可以砍掉。所以这边的画面的长度跟这边长度要一样，才可以做到这个正方形直播。那怎么切呢？好，你就到这边有一个叫做设定的地方，你就设定那个解析度就好了。那你这边设定成这个1280乘1280，这里。还有一个地方，这边也要设定成1280乘1280。然后你们在做实际操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这边的数字是可以改的，但是这下面数字好像不能打字的。这个是因为 OBS 某些版本啊，没办法自己更改你想要的解析度。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我出货的说明书上面这边会有写说有哪一些的那个 OBS 的版本可以改的，你就按照那个版本去做下载就可以了。有一些版本是没办法客制化你要的解析度，有一些是可以的。好，这时候我就按确认。好，这时候画面就变正方形了，你看到，你再把它拉成你适当的大小。好，这时候你就已经看到这是个正方形的直播。你等一下直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，这样子。那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还是要跳到浏览器再按一次直播。这边有个按直播，这个也不用 copy 了 ，copy 这个就可以了 ，copy 到这边，开始串流。好，
这时候你的脸书就有正方形直播，我们把它打开看。正方形直播就是这边的画面跟这边的画面是一半一半的啊，你等一下留言就会盖到这边啊，不会盖到上面。一般人都喜欢用正方形的直播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脸书的直视直播。直视直播啊，我们的解析度都要设定成720×1280，这边设定成720×1280。套用，确认，好，这时候变成这样子。你会发现啊，好多画面被砍掉啊，这时候不太好。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到这边的资讯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你把你的摄影机把它调90度就可以了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现在把摄影机调成90度了，那这个画面也要跟着转，那怎么转？这边有一个叫做变形瞬时90度，按下去就变这样子了。等一下你的直播就是这一块这样子。好，一样的道理，我们再到脸书去把那个金钥给贴上去，按直播 ，copy 下来。哦，你看现在就是直视直播有没有？那直视直播的话，就是说这边留言会盖上去，会盖到这个画面去。那一般来讲，主流的做法是喜欢用正方形直播，就是画面是一半一半这样子。它这个是留言会盖到这边来，只有脸书才能做到直视直播跟正方形直播，在 YouTube 里面只能做横式的直播。啊，这简单跟大家说一个说明，谢谢大家。